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这期内容呢，我们综合之前派友遇到过的问题，总结一些挖派过程中的注意点和细节提醒，然后简单的从 Definity 项目看派的项目，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一些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下高恩。在开始总结这些提醒之前呢，先说一个事儿，我已经把这个 YouTube 频道同步到了 Odyssey 去中心化平台，有兴趣的可以从油管找到链接，注册认证账户，关注下频道，边看视频边赚取 LBC 加密货币。目前的话，单价差不多1元人民币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行情下的 LBC 的价格。是0.137美金。这个平台呢是可以通过上传视频或者每天看视频完成平台内的任务，赚取 LBC， 然后直接在平台内的钱包发送这个 LBC 到交易所充值地址变现。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平台的几个页面截图，这个是它的首页，然后这个是我的频道主页。就跟那个我的 YouTube 频道主页是差不多的。这是奖励任务页面，每24个小时可以去完成这些任务。然后这是我的这个收入记录。接下来这个是钱包页面，就在平台内，可以接收别人给你发送的这个 LBC， 也可以转账给别人 send。然后这个 Swap 是通过其他的加密货币去购买这种积分，因为有很多用户是有这种需求去给那些频道主去打赏的。这个已经是一种纯实用的项目了，可以期待一下之后派的易货商城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开始正题。第一点，项目白皮书为必看内容，可以参考往期的白皮书那期内容。第二点，手机号必须进行验证。注册完之后，直接搞定手机号验证。如果出现转圈的情况，更换验证号码或者网络，再次尝试。实在不行，再更换手机去尝试。否则之后如果忘记手机号验证，被清理了账户，就真的是后悔莫及了。然后手机号千万不要乱注销，暂时还没有换绑手机号的功能。第三点，保证一机一号一人去对应好。另外，手机号这个实名并不是必须一致的。第四点，添加邀请人，方便问题解答和信息传递。第五点，更换手机的情况，不要在原手机点退出账户，这样的话会失去当天的这个派币收入。直接卸载原手机软件，在新手机下载软件登录就好。第六点，忘记密码的情况，在登录页面点击 Password Forgotten，按照流程进行操作。第七点，严禁多开分身，这点是严令禁止的，因为这点很容易就能检测出来，而且是必封的情况，所以没有必要去找麻烦。第八点，算力是相互的，一人的账号被封会导致邀请人和被邀请人这部分算力产出无效。第九点，审核名字尽量一次性正确，并且和邮箱对应好，便于之后的 KYC 认证。有护照的情况，英文名和护照对应；没护照的情况，英文名就是全大写的拼音，中文名和常用名也要详细检查。虽然现在有管理说还有机会去改，但是这种简单操作一次完成就省心了，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办到。第10点，安全圈一定要添加，增加你的算力，尽量添加自己认识的人，满100%就可以了。第11点，在同一无线网络下，建议使用人数不要超过10台设备，毕竟同一家庭的挖矿场景下，这个数量也就足够了。第12点 ，Fever IQ 这个问卷调查要去完成，每24小时一次，每次获得0.001个派币。首次完成后，菜单栏增加转账选项，可以看到历史记录。每天去点亮闪电的时候，之后去完成这个问卷调查，就是一个顺便的事儿，还能增加你的派币收入，对吧？第13点，头脑风暴和群组聊天多参与，
提出自己的建议，获取最新的信息，同时可以联系到自己的邀请人，如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询问解决。第14点，派钱包创建直接保存好助记词，重点是写到纸上或者存在其他的冷钱包中，不要保存在任何联网设备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群在这个号召大家去把助记词存到支付宝的什么保险箱内，这个你就相当于存在了阿里的服务器上了呀，这不还是会泄露吗？之前截图公开发过助记词的派友也最好重新创建一个钱包。第15点，忘记助记词的可以指纹解锁进入派钱包，点设置显示助记词，然后保存好。第16点，忘记助记词并且不支持指纹解锁的话，重新创建一个新的钱包，保存好助记词。第17点，派钱包的语言更改，从派浏览器进入挖矿的页面，修改语言就可以了。第18点，派浏览器不支持点亮闪电，但是苹果商店由于软件类别暂时下架了派 App， 项目方临时开启了派浏览器的挖矿功能，也支持派浏览器注册，大约1周左右会重新上架派 App。 第19点，派钱包转账目前不支持按用户名搜索，只支持公钥。第20点，派钱包的测试派币不具备任何价值。暂时就这些细节，等你来补充。然后我们看一下 Definity 项目，这个项目呢，它的代币叫 ICP，ICP 也是近段时间同步上了好几个交易所。我们这个数据的话是 Coinbase， 其他的话同一天也上架了币安交易所、火币交易所还有 OKEX。 我们就看这个 Coinbase 的数据吧，在5月11号上架了交易所。为什么在这儿要提这个 ICP 的这个币种呢？因为 Definity 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做实事的一个项目，这点呢其实和 Pi Network 是一样的。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Definity 是一个去中心化计算平台。北京时间2021年5月7日晚， Definity 正式启动了互联网计算机，将公共互联网转变成了去中心化的全球计算机。5月11号0点正式推出它的互联网计算机代币 ICP， 然后相继上线 Coinbase、火币等交易所，直接就引爆市场。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挺高的， Coinbase 的数据原始开盘价在$270左右了，然后最高飙升到了将近$500。其实也是最近才注意到这个项目，因为在飞小号和币世界这些行情播报的软件里边，发现它的市值直接就排到了第3。另外在其他的社群里边也看到有人知道 Definity 是在3年前有过空投，然后3年的时间过去，项目方一直在做一些实事，经过这些积累才能一招引爆市场。同理，我们也能看到 Pi Network 这2年多的相关动作，这些实事就是项目方想要告诉社区和市场的东西。如今也有人说 Pi Network 没映射主网，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不能去否认它是一个区块链项目。如果等到一招引爆市场的时候，你再后知后觉，那你只能做一个交易参与者，而非项目参与者。所以说 Definity 项目告诉我们要去做一个项目参与者，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发布寻找高稳活动线索7，第7条线索就是共享单车。我感觉我这个线索好像撑不了多久了。另外提一下，在社区内我尽量顾到每一位朋友的问题，不过重复的问题也实在是让我有点无奈，请及时收藏，尤其是一些科学上网工具和派软件下载相关的问题，这些是放在了公众号菜单栏的，所以关注了公众号就利用起来，保持高效的沟通。另外，大部分朋友可能也是因为看了我某一期视频、某一期内容，然后加入社区的，
如果有空闲时间的话，还是将以前所有的内容去过一遍，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重复的问题。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混沌界公众号，菜单栏找到我，高玩社群，加入微信群参与我们的讨论，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电报群。还没有订阅的来一波3连吧。对了，想熟悉交易市场的，去注册币安交易所就可以了，链接放在了说明区和评论区。OK，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吧，下期将会再谈个人布局和未来趋势。我是高恩，下期再见，拜拜。